Gemma 4没多长时间就已经有1亿次的下载，我觉得水分有点大。这些标准是 Google 的标准，对，就以党员的要求自己。对，就这个事情你指望它智能没屌用，这事情你要指望它能去做，因为是最烧 token 的，对吧？我靠，那个简直就是 token 黑洞。所以老邱得出结论，没大学生好用。今天我们也换了一个这个风格，对吧？我跟老邱在现场，我终于来现场了。我也对，神游回去。对，你知道我们最近也是比较出名了呢，就是大家开始会提需求了，说，哎，你们这个可不可以不要跟3个人开腾讯会一样？你们这个可不可以真的在线下来录一下？你们明明是在现场，为什么要开这个多录？为了证明是现场的，我举一下这个杯子，就多角度的，都是真的现场，不是合成的，不是 AI， 没有 AI 啊，不是合成的。有人说看我们视频看着感觉说好像 token 在燃烧，你们几个是不是 AI 做的？他总觉得我们有人是 AI 啊，今天真的证明我们是有场地的，是真人的。哎，聊一下最近几个我觉得比较关心的事情，其实我也一知半解，但是呢，就是我们刚好聚一起，我们就聊一下。最近还有一个很火是 Google 的那个 Gemma 4的开源，它的开源号称是很强的。我觉得它最重要的是把它有一个 Turbo 的那个算法给它也用进去了，就是它跟小模型20几个 B， 差不多已经等于那个600个 B 左右的我们的 DeepSeek，以及像 GRM5啊等等的那个能力，它的编程能力是很接近的。对，它才20几个 B 就达到了，我们是600多个 B 啊，差不多差20几倍到30倍的样子，它就可以做得到。这个事情当然实测并没有那么的强，但是也没有那么的拉胯，它大概是这样。因为他那个官方视频下面大家说别吹了，不要吹，大家都觉得是吹，但是他是确实进步了。但是他讲的时候啊，还是很重要的说，他确实是跟自己比的。对，他拿了好多的那个基线是跟他的 Gemini 3去比的，或者说那个 Gemma 的第3代。对，就以党员的要求自己。对。然后那这些标准是 Google 的标准，那也不知道那个你拿别的标准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些都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但是像这种新的这些模型，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至少说除了跑个分，现在也会拿很多新东西啊。因为这次那个Gemma 这个应该小苏这边也是最早也在问我说有没有试一下，我都会很关心这个事情。我当时是看了一下参数，我就和跑分，我觉得估计水分有点大。然后但是后面觉得我们还是试一下。那至少我跑到手机上去跑呢，我觉得至少那个 app 我挺喜欢的，就是那个 Google 那个是叫什么 Edge Gallery 吧，对吧？Edge Gallery 那个 app 上去以后，它给了我几个场景，虽然说又是谷歌风，就跟谷歌以前我们说上去就让你选到底是 think 还是不 think， 要 deep research 还是要干嘛是一样的，上来又选什么你要 chat 还是要 agent， 有5、6种选法，无力吐槽。然后上去了我也不知道选哪个模型，还好我们提前做过了功课，知道说最重要的就是那几个什么2B 和4B， 然后还有什么26B、31B， 就这几个，不管你怎么组合，它给了几个场景啊，但是那几个场景你刚上来都觉得有点难理解，但反正换上去之后至少能跑，虽然手机有点热。发烫，我觉得我手机一直发烫，对，因为我为什么关心这个呢？因为既然你就是假设你像你吹的那么牛逼的话，那实际上我的虾量的问题就解决了嘛，因为我的虾帮我做了一些事情，其实还是很简单的，对不对？对吧？那如果你真的能像你那么牛逼，而且现在不是说用那个 Ollama 也能够直接在你的小龙虾上面直接就装这个 Gemma 4，对吧？这个模型了。对。那实际用下来，我感觉呢，我觉得这又回到一个悖论嘛，就是大家说你要云端还是本地，就当你云端好到一定程度，便宜到一定程度，没人去用本地了，对不对？就没人去用，没人去想这个事情，就跟当时的云计算一样嘛。云计算一开始大家都会骂我他妈什么会去用那个云端呢？现在我们都正常都是去用云端。坦白说，我说句实在话，你真的以 Google 的党性要求他自己。Gemini 3 Flash 的速度跟它这个叫做 Gemma 4的这个速度其实差不多，我觉得我至少我人没有感觉上说有多大的区别，当然证明它云端很快啊，对不对？对，云端特别快，对，云端很快，而且更智能。那后面我就是跟我们那个技术小伙伴聊了一下嘛，他说有一个点我觉得还是蛮启发，就这个事情你指望它智能没屌用。
这事情你要指望它能去做自动化，因为自动化是最烧 token 的，对吧？浏览器自动化，什么 UI 自动化，或者跑一些这种什么脚本啊，这种动不动你让这个大模型去做，那个 Codex 没2天就没半天就刷完了，就没 usage 了，对，额度就没了，对对。token 一下用完。所以我跟你说一个我自己特别亲身的感受，你可能特别有同感，就是这个东西就特别像煤油发电机一样。怎么讲呢？就是说，你知道当时咱不是做零售嘛？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这个就是本地的庙会，然后给了我一个摊位，然后呢但是他本地不给电，就是你需要自己带一台发电机，要不然你就只能卖不用电的东西，你懂了吧？就是我就推了一小冰箱去啊，便携式小冰箱去，但是你这个小冰箱是接电的小冰箱，这边特别兴这种煤油发电机，然后你接上它之后，能撑个10个小时、5个小时都可以，不行得加煤油就好了。然后我就觉得这种本地模型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你最好有一个啊，你应急时用，或者说你没事的时候省点自己那个电费。但是呢，你要说真的是根据现在又有网，不可能24小时没网嘛，也不可能说这个云端的模型接不上嘛，对吧？这种时候，我觉得这个小模型就没有那么大的作用。但你要说它本身具不具备价值，我觉得绝对具备价值，非常好的价值。贤哥，你说这个比喻，我会想到，可能实际的使用会更像特斯拉的那个 Mega 储能吧，就是那个屋顶上面搞一堆太阳能。Megapack 对，在搞一定太阳能，然后在那边收集这个天天这个太阳给的这个免费的这个电，然后把它储存起来。储存起来以后呢，晚上车回来就给车充电。就跟我们小区楼下总是有人在晒被子，我问他说：“你那个被子挪开一点。”然后你管我太阳又不要钱。对啊，所以其实我会想到是我会觉得其实本地模型对我们而言可能更像这个，因为就是我已经有沉没成本了，不管是 iPhone 还是什么 Mac，还是什么哪个硬件服务器，家里的睡觉的那些电脑，就我们拿来养龙虾的这些东西，那我这些东西就钱都已经花了。对。那你这个在上面只要在合理范围内，不要跑到我这个机子死机，现在有点难受啊。现在可能还要再优化一下，现在是机器发热太厉害，而且我也不敢多开窗口。我们那台 Mac 多少配置都有点吃力，对不对？我们那台那你是跑多大参数的模型啊？跑31B 的，31B，我自己的那台是跑26B 的，我是 M2 Max。然后32G 的内存，还有我们技术那个是64G 的内存，已经很大了。对，他跑可能都还是吃力，我跑的话非常吃力。我风扇呼呼响啊！我跑起来就是那很烫的，这个电脑可以煎鸡蛋，然后那个而且不能开几个，像我们现在录制是肯定开不了的，开的肯定卡掉了。对，像这些事情就是属于说现在还差那么一点，但是如果真的像储能一样，就是天天这些东西已经沉没成本在了，就在那闲着的。我只要给它烧个 CPU， 不要占现在可能90%，那以后占个50-60%，平时它就在那边帮我们做那些什么自动化，对吧？每天我们有好多事情，帮我们去收集一些信息，处理一些信息，然后呢，这些信息量也不是很大，但是也不是很小。你知道外面要做浏览器自动化，还是做个什么东西，反正烧 token 还是很烧 token 的。那我用这个本地模型就搞掉了，那我很爽，因为现在就差这一点。你看嘛，其实我大部分的这个 token 就是花在这些浏览器自动化上面，真的很烧啊，你知道吗？哇，那就你如果正常，比如说我跟我的 agent 聊天，那能烧多少个 token 就还好，对吧？没错，我有个具体的比喻，很具象的，因为我是那个 capacity 的那个 max 会员啊，那个200美刀1个月的那个，他最近不是应该就是这个月推了他的 computer use， 就是用除了浏览器还能操控你电脑上的任何 app。对，我靠，那个简直就是那个 token 黑洞。我就让他去帮我收集几个微信公众号的信息，然后再本地做点加工，其实就是也不算很重的。然后主要是要上网去爬，要爬完了以后拿回来处理。那上网爬这个事情，就几天就给我把它赠送的那么1万积分就干光了。然后他就提示我要花钱买，我在想1万积分可能也不要多少钱吧，所以老邱得出结论，没大学生好用。结果一打开，1万积分要100美金，然后我才用了1天，然后我在想，我靠，这个真用不起，这个真用不起。但是这玩意儿其实它属于是量大，但是很笨的动作。那如果本地模型，这个也不要说很快吧，你能够跑2天能跑出来。那烧一点我本地的闲置资源，这个我觉得是肯定 OK 的。我是觉得你们讲这个叫做心理上，就是说有总比没有好，然后底线策略嘛，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多少人真的能够说手机断网去修图啊，什么问 AI 啊，你这个场景其实是很少的嘛，对不对？
你不要说什么，哎呀，我这个手机里面能够装个2G 的模型进去，然后我就可以什么离线修图、离线文案，这个需求其实不多。但我自己在想，这个用力真的有价值的场景是说，以后像 Gemma 4这种模型，可能就压缩到2G、3G，其实他妈的就一个 Photoshop 的大小，就一个软件，你就这么想，就等于你电脑上、手机上必装一个软件，好吧？但是它不要承担全部的工作，那有可能它就是专门做自动化，就给你这个 Cloud 打下手，对，或者给你那个什么 Gemini 打下手，对吧？就干一些这种脏活累活，自动化的部分路由过去，让他去干。对啊，我觉得这个是合理，就比如说我们这个视频搞完了，帮你剪视频，那个搞字幕什么的，有好多一些边角的一些事情。对啊，你下了剪映，对吧？剪映下来剪视频，那你要不要下几个这个素材包下来1-2个剧，你肯定是要的嘛。你就把它理解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发展到后面，那你作为一个默认的一个素材包，我觉得这是可以用的。就你不要对它的智能有啥期待，我觉得它对智能也没什么期待，其实还可以。所以良心讲还可以，对，可以啦，不会很差，不会很差。现在就是在这个资源之下，它可以了啊，而且还是多模态，关键是是的，还是多模态，那图也能理解啊，然后一些基础的也还响应也，我觉得也是比较快的，就是资源有点吃不消现在。对，那这玩意儿我觉得就是6个月到1年半，这应该会有一个跳跃，因为它毕竟现在是开源给我们嘛。那如果不开源的版本可能会做更好嘛？对，就大概是这样子的。其实他们内部应该还是有蛮多就是我们接触不到的版本啊，应该是做的比较好的。对，而且我跟你讲啊，为什么这个我觉得对 Google 特别重要？你妈 Google 最近特别拉胯，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每逢3、4月，对吧？每逢3、4月这个清明时节雨纷纷。Google I/O 欲断魂，对吧？Google I/O 之前，这谷歌真的跟狗一样，对不对？真的是，你看这个 Anti-Gravity 又限额嘛，你不做大善人，你看你天天去做大善人，人家夸你，你今天突然给人家断粮，人家就骂你。你那个限额我听说了，很夸张啊！原来大家都是行业标准是每5个小时放一次粮，他有自己的标准，然后他最长好像搞成5天才放一次水。对，然后5天才放一次粮，后来大家把他骂惨了，他再改成5个小时，跟行业标准一样。然后呢，然后还干一些什么事情呢？你发现啊，如果你们用过龙虾，上过那个 Gemini 模型，你知道他去干活有多拉胯，就是可能是垫底的水平，就是你叫他执行一些任务，就基本上是我觉得它是不可用的。我觉得 Gemini 在这一块是有缺陷的，有严重缺陷，你知道吗？所以就算哪怕是伽马4，我贤哥你听一下，我听到一个评论，你分析一下是不是？大家从商业角度讲，有人说，靠，这个就是个坑。你看这个伽马，原来1、2、3前3代，它那个什么开源的协议啊，都改了好几回，原来有一度都差点闭源了。现在突然到了伽马4，又变成阿帕奇2.0的这个最开放的这个方式给你开了，虽然没有我们 DeepSeek MIT 牛啊，但是阿帕奇2已经非常非常开放了。然后他说，那你就不怕到伽马5的时候，你用的很爽，你到处的设备都跑上去了，他又给你收紧收成一个什么商业有可能的，那你不就是傻逼了？你所有东西都在上面了，整个工具链，你的那个工具链和服务器，你可能都得用谷歌，就得像贤哥一样做个渣男，脚踩5条船，哪怕我没有5只脚。对。不是，我是觉得啊，首先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就不是 to C 的东西嘛，对吧？然后呢，无论是说它开不开源，什么协议，对于我这种技术小白来讲，最多就是当个话题聊一聊，甚至说当时一开始你们说的时候，我还把它跟那拉玛4混了啊，我说什么东西？就是，然后我当时还闹了个笑话，你知道吗？我看了看，不是这不是挺拉的吗？然后后来才搞错了，重来。然后我至于说这个开源，我觉得是什么？首先，你们看，今年最热门的肯定是这个 OpenAI 和 Anthropic 上市嘛，对吧？或者说现在这个新模型要发嘛，然后呢 ，Google 自己又有 I/O 大会，它要 Gemini 也要奋进，然后这各种各样情况都要弄。然后现在来讲，搞一个这个开源这个东西，其实是承接去年也1年时间了嘛，开出来。我是觉得它在端侧这个东西的实验，有可能会种下一个种子，但这个种子它也不管了，就跟这个蒲公英或者什么一样，飘到哪儿是哪儿。你说我把你开源了，你要万一真有人用它做出好东西来了，启发了我在内部之后，我马上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产品级的东西啊，对吧？因为我肯定手里有更好的牌呀。但是这个咱们这些人拿着开源东西，你知道哪个天才就能做出像小龙虾这种全球火爆的东西来？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的。
而且就是现在来讲的话，本身它在模型上，就当小苏说，我也觉得比较拉，所以它在本身在小龙虾这件事上，它已经落后了，因为这就是是骡是马拉出来溜溜嘛，对吧？你谁用的多，以前是靠什么 Open Router 啊，或者说其他的来跑分啊来体现，现在就看谁token烧的多嘛。所以我是觉得这就是颗种子，也不是说他故意做的，也不是说他为了应对这个现在目前情况做的，而他持续不断的投入中，然后就不断的产生新种子，他就播种呗，到处撒呗，谁知道没准6个月以后或者3个月以后，有人用这个2币的这么一个特别小的一个本地端的东西，做出一个超级 app 来，那放颗卫星也未可知嘛。跟各位汇报一下，就是我们上线的 Just AI 的会员频道，那大家可以在 YouTube 来订阅我们的会员。如果你只是想对我们的视频表示支持的话，你可以成为我们的股东会员。那如果呢，你希望获得更深的这种支持，你可以加入我们的公园董事会这个会员的栏目里面。那你可以获得呢，第一个每天2封的 Just AI 早晚报，一个能够用听的 AI 语音播报，我们每天从2000多条讯息里面帮你精选2封邮件，然后 AI 双人主播读给你听，每天多听10分钟，少刷手机2小时，中美 AI 资讯零时差。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个感觉棒棒的，你一定要拥有。对，然后呢，你还可以获得我们每一次在做视频的深度研究报告的文档，以及呢获得我们3个人撰写的主播专栏的邮件推送。所以呢，我觉得你订阅公园董事会这一档的会员，其实是对你来讲最划算的。所以呢，请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 YouTube 会员。对，请我们的精神股东们、精神董事们尽快行动起来，加入我们的会员。对。我也期待大家后面真的能用起来的话，来给我们更多的产品反馈，我们这边持续迭代，让大家都拿到自己比较满意的这个资讯。是的，所以请大家一定要就是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频道，然后不定期升级福利，请不要错过。对，多提意见，多多使用。其实 Google 这个公司呢，大家还是不能用就是一般的公司的这个角度去看它，因为它还是。就他是一个富豪，你就这么理解，这是富人思维啊，广撒网，对吧？多子多福就是这样。对，生得多，对吧？养得多，然后做得多。那其实他有一些方面挺像腾讯的，比如说，平时是挺松散的，就是一个项目一堆人在做，好多人在做，对吧？好多人在做，有做Gemma 的，有做这什么 Gemini 的，对吧？有做什么 Waymo 的等等都有，但也都投资也非常多。但是呢，真的就是说生死局的时候，创始人出来搞一把，这个 Gemini 2.5 又行了，对不对？然后现在2.5行了以后，到 Gemini 3，开始创始人可能最近又去喝酒了，公关了，然后又不盯了，然后大家又开始，你看 Gemini 3现在更新的东西都在雕花，对不对？都在雕花。最近给你跟什么 Notebook LM 整合了一些什么功能，对吧？进来，然后明天给你什么语音模式升级一下，都在雕花，但正事都没做。我说正事是什么哈？正事是大家现在都在工作面端。你想想吧，那个 Cloud Code、Cloud Cowork 这2个出来以后 ，OpenAI 出了 Codex， 然后现在 OpenAI 也要在上市前应该还是会放出一个超级 APP， 及OpenAI 这个 ChatGPT Codex， 然后这个还有包括它那个浏览器于一身的一个超级 APP， 对，这个会出来的，但是你看 Google， 它现在也就是放个风，它会这么做。但实际上它是还没有这个动作，而且可能远远落后，因为我觉得它现在有个短板，就是它到今年突然发现，哇靠，我去年领先的那些多模态超长上下文，现在已经被就是追了七七八八，现在至少御3家全部都已经100万超长上下文了，对不对？对，都是已经全部100万上下文。在编程领域，它还都排不上号了，现在啊，对吧？多模态可能大家在原生多模态还有一点点差距，有一些不多，对吧？迟早能赶上，但是。你会发现说，就美军装备干不了阿富汗的活，你知道吗？在干这种小龙虾上面干一些这种脏活、累活、土活的时候 ，Gemini 真的就不行。但我觉得这次放这个 Gemma 4出来呢，我觉得挺好的，因为它很强调的一点就是我这个 agent 执行的能力嘛，对吧？那确实像我们很多这种朋友，像我们技术的伙伴，他就说，那这个拿来给我做自动化是最好的。对吧？不是省不省 token 的问题，这至少就拿来做自动化的经济性是最高的，我也不需要你那么多智能，对吧？
所以我觉得说这个短板补齐了以后，反而我会很期待说，你 Google I/O 到时候放出来一个 Gemini 这个 All-in-One 的 App， 它是不是端侧跟云端都有？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大概率没有。但如果有，我真的敬你4条汉子，对吧？还有一个期待一下，对，期待一下。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对 Gemini 入这个 iPhone 嘛，端侧对它来讲也特别重要。端侧对他来讲也特别重要，很夸张。其实有一个数据，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 Gemma 4这个好像是说有1亿次的下载，就是在这才没多长时间，就已经有1亿次的下载，就到端侧上，到端上，但我们不知道是哪些端。但 iPhone 的比例应该不低，就是因为下的最多的都是那个 2.6G 的那个嘛，就手机上可以运行的，就是那个还运行的蛮流畅的啊，就是 iPhone 15不要 Pro 都可以跑。对，我倒是感觉未来可能不会那么多去讲端侧跟云端了。对，就是它会更像我会觉得它会更像 iPhone 一样，就是 iPhone 不会经常说我在用 AI， 但是实际上到处都是 AI， 只不过说大模型没有到那个程度。我觉得就是 WiFi 跟这个移动网络的切换，你感觉不到，这里有 WiFi 你连 WiFi 了，然后这里没有你就切到移动网络了，对，它自动就路由掉了，反正你只要认这个产品帮你做这个事情。对，因为实际上我记不记得我们去年在讲 Gemini 的时候，它已经在塞到那个 Chrome 浏览器里去，但以后它在浏览器里用的 Gemini， 我们其实也感觉不出来的。它现在它这个就是前沿一点的这个 Chrome 版本，它都默认会让你下一些端侧模型了。对啊。那你看，像手机，只是说现在由于手机这个生态，还有就是机能吧，因为机能跑这个大模型还是太烧，我相信那个电是受不了，就是可能电量很快就没电了，这手机是受不了，对，机能受不了。对，不要说发热，这其实发热最直接的情况就是电很快会没有。那像这些问题就是现在没解决，但是以后如果小的端侧模型可以解决这类的问题了，那它的那个就无所谓说不说我到底有没有用大模型了。对，其实端侧模型干的事情跟云端模型干的事情完全不一样，就有可能你想象不到，比如说这东西在手机上除了做一些长时间的后台自动化任务以外，还有一些什么优化电池。举个例子，就这种你想象不到的场景，就跟你生产力没有毛线关系的，对吧？什么管理后台进程等等这些，然后包括你之前不是说那个在这 AI 没出来之前 ，Siri 就一直在做的这种，就是猜你要打开什么 App 这些东西，其实它已经做得不错了。对，只是说现在可能可以被这些端侧再重新做得更好。因为你这个 Apple AI 一下那个就几个 G 啊，一下那个离线包就多少个 G 啊，忘了。对。肯定好多个 G 好大的，忘记多少。但如果有朋友知道，给我们留言啊，忘记多少 G 了，想不起来。对，还是蛮大的一个量的。对，所以我觉得它作为一个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我更认为端侧模型它应该最终你理解它就是一个 APP 啊，就是一个 APP 啊，它做了一些跟你看不见的任务啊，但是完成了它的使命就行了啊。它还会在它自己适合的生态里面生长的，这我相信，我还是觉得它更像可种的。对，我会觉得它可能会更小一点，就是比较无感，要再小一点，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跑的，如果从技术角度，可能就像一个 library， 像一个库一样，对，就是在那边跑。那至于到底是怎么样的端侧跑法，已经不重要了，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我觉得也讲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有一个事情在变化，应该是这刚才我们讲那么多热点里面，我觉得是个共性的，就是那个关于大家的计算量。还有计算的方式，其实应该会有很大的变化，因为有很多的东西不会再是人直接去用，而是由 agent 去用。对，就这个事情，我们其实前面几期也有聊过，但是到现在这个时候再讲，就会觉得更是这样子了。就是你在本地现在它会那么发热，会那么多东西，所以有好多活它得去跟我们原来人用的 APP 去打交道。对，我们人用的 APP 是为人设计的，那个什么有 UI。你要点一个地方点对和有个操作流程点对，这个你说 Google APP 做的不好反人类，那你还说人类很多 APP 对 AI 来讲就反 AI， 那完全反 AI 觉得我们的那个非常垃圾啊，那个关键的东西一句话就能讲清楚的，我还得点好几个地方，还找不到那个地方，就不同的那个分辨率，那个按钮的位置肯定是不一样的。然后如果靠视觉是非常痛苦的，那你不靠视觉。大家又没有 API 暴露给他去用 API 调用，那也没有，因为没有 CLI 是吧？这现在其实大家都讲究 CLI 重写，那这些事情就是说，它现在慢，除了机能和性能的一些问题之外，还有就本身这个用法，就是现在还是都是写给人的 APP
网页啊什么的 API 也是对 agent 也不友好，因为 API 都得要健全，对，还有好多东西的健全都是最原始的，什么密钥啊，然后很多东西都是完全严控的，就是它也没办法自助的，大家通过比如说贤哥你有个代理，我有个代理，我们授权给我们的代理，我们俩代理之间可以随意的去在我们授权的范围内随便的去拿到他想要的东西，这是个理想状态，现在是完全做不到。那都不要说我们2个人之间，就我用这个设备里面，我到底有多少东西授权给他，他能自己找，其实现在是管的还是很严的，因为稍微多弄一下，可能这个设备就崩溃了。那现在至少是这个阶段，但是如果后面这个有大量的就是 agent 的这个交互的基础层做好了，就 agent 有最基本的他的身份，他也要有他的身份，然后他跟我们所有的员工一样，他要有他的身份，你账号密码工位，然后你的那个权限范围是在什么地方的，你能拿到什么级别的数据，这些东西都是要给他有通用的一些方式拿给他。那他的话不用依赖于我们现有的这种模式，他的效率会提升非常多，因为他也不用睡觉，对吧？他不像我们人，很多时候我们人设计的那个有很多的特点，就是关键地方就是等下来停下来等人去确认，像这个事情是效率是很低的。对 agent 基本上如果是用 agent 的角度来讲，我记得有看过，不是agent 有个社区嘛，好像叫什么 Mota 什么的，那有个社区，它里面的人就是说这个人类怎么这么多地方要停下来等他们给我们输入，你不知道人类有老板这个物种，就我不想我在这边不知道等了多久了，他还没起来什么的之类的这种事情。对，就是这种设计其实是因为就是设计给人的嘛，那像这些东西如果后面也变了，那我们的这些可能端侧的东西是会，我觉得效率和能处理的能力应该会比以前会高非常多，可能也不需要花那么多 token 了，因为不需要那样子去用我们那些很重的东西了。对，我不同意，我觉得这个大部分东西都不会变，这是我的感受。就是这段时间我用龙虾的一个感受，我觉得就是说 OK 确实是有很多重复性工作，我能想象出来的啊，能够交给龙虾去做，然后呢也去不断去养它，我也能从中获得快感。但是真正啊，就是如果你说我每天的生活里面有多少东西是真的是想完全交给他去做的，那并不是很多。实话实说，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属于锦上添花的，但对于那些可能80%的我生活上的东西，还是要自己去经历的，自己去做的。所以很多 app 我觉得最后会并行吧，有可能就是有些工具型的，然后呢为了追求效率而效率的东西，有可能会用 CI 啊，或者说就是 agent to agent 的方式的做。但是好多东西其实它是融合了体验的。然后这些东西可能还会变得更繁复，就跟这个画画似的，就是说出现各种风格，然后呢，这有些风格就变得很抽象，然后呢，甚至说变得很无用。但这种无用中有人类自己可以欣赏的美，然后这种美并不是纯粹为了效率而实现的，或者为了效率而存在的。所以这点上来讲的话，我反倒觉得未来有可能会更繁荣，就是说，对人类自己的定制的东西会更繁荣，然后 AI 的东西 AI 自己去搞就完了，只要能实现就好了。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就是把最近的热点跟大家给串一下。然后呢，如果有可能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也可能去直播 Google 的 AI 大会，对吧？贤哥可能会到现场给我们带来一些精彩的解说。那就是希望吧，今天聊这么多，我也希望说，当然我希望 Google 大善人好人一生平安，对不对？Google 大善人对，最近比较拉胯，我希望他好人一生平安。然后我也希望说，这个真的像我们今天聊这么多东西，又有顶级的这个 Cloud 的新模型啊，然后端侧的呀，都能够真的就是什么爱马仕小龙虾，对吧？真的就是能够说合起来为我所用。对，希望那一天早点到来，又能上天又能下地，还能帮我干活，我实在太开心了。这些东西，不要等，赶快用起来。好，那这期节目就到这里结束，感谢大家收听，拜拜。好，拜拜。